天机为何下架？杨紫哭不出来了。刘雪怡的情话成了 NG 镜头，真是降维打击。要么是破碎感，要么是哭戏。这是戳人肺的哭戏。光看花絮，杨紫就能把观众带入自己的情绪中。难怪张小龙在公开场合说，没有人可以直接和杨紫闭在一起。不过，太擅长哭戏对杨紫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白蛇传》中白妖精的哭戏很多，而且杨紫总是表露真情，所以久而久之，杨紫的眼睛哭起来会肿。但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她只用冰袋敷了眼睛，所以在这部剧里，她的脸时而肿，时而正常。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拍摄白瑶瑶失明的戏时，导演要求她1天内拍完，剩下的哭戏全部都拍完。于是仙鹤姐和许宣轮流陪着杨紫哭。人家拍戏的时候，杨紫突然说自己眼睛真的瞎了，脸都开始炸裂了。杨紫只好告诉导演，她不能再哭了，导演才放了她。然而，谁也没想到，这部剧还没有大红大紫就被下架了。有些人一穿上古装就变了。杨紫和任嘉伦的《白蛇传》还没等大家看到就被下架了。传说中原因很简单，就是法海与小青相爱引起了相关佛门的不满，并进行了举报。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信佛的人这么用心，这么有精神，为什么行大师的《西游记》、赵文卓的《青蛇》还被奉为经典？所以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另外一个说法，人为的。毕竟《白蛇传》上架之后，不到1天的时间，不仅播放量破亿，口碑也是口碑不减，宣白夫妇成了大家的新 CP。一时间，杨紫和任嘉伦名声大噪。但最重要的是，这部剧的全部剧情都上架了，一点马虎都没有，让人一口气看到大结局。剧组为此上了热搜，或许这就是大家容不下他们的原因吧。如果你喜欢刘雪怡的无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如果这部剧没有下架，刘雪怡早在4年前就已经火了，因为观众从来不怕坏反派，就怕帅的反派。更何况刘雪怡的眼神特别传神，再加上姜 Sir 的声音，谁能抗拒一个看似凶狠却又充满爱意的帅哥？可惜他来不及认出白瑶瑶，不然白瑶瑶会选谁还不一定呢。不过大家都乐在其中，而刘雪怡演戏的时候差点被批了。毕竟一个人演天帝和妖帝和，不仅需要在2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最重要的是拍完妖帝和天帝之后，他会觉得妖帝的镜头不够用，所以他又要回去拍了。所以2个角色来回切换，他的精神有点差了。不过比起这些，他更不能忍受的是妖皇的情话，所以情话成了他最 NG 的戏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的情话？02张彬彬《月歌行》热度输给刘雪怡《青春歌行》，暴露2个致命钥匙。童话剧《月歌行》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家舒克的小说《飞跃》，由新生代女演员徐璐、张彬彬主演。而张彬彬单独演绎2个角色，展现出不同的演技，评价一度逆转，变身热搜冠军。没想到人气已经被刘雪怡主演的动画改编的《少年歌行》完全压倒。网友分析了2个致命的关键，结果《月歌行》输给了《少年歌行》，惨败。《月歌行》开播以来，最被诟病的就是支线太多，群众演员多，盖过了徐璐和张彬彬的风头。综开播后，剧情逐渐融合，与徐璐的 CP 感爆棚，2人的虐恋关系十分有趣。因为《月歌行》的剧情围绕着前世今生，张彬彬和徐璐牵扯到了3代人的感情，很多角色过程中 RS 一个接一个死去，后面的剧情和原著差距太大，让网友直呼女主什么都不能说，说了算。爱又是什么？编剧真烂，演员还算中规中矩，就是剧情真的不合逻辑，强虐真的受不了。除了剧情的魔幻变化让观众不忍弃剧外，网友们还分析称，《月歌行》中的特效镜头很多，完全不及青春中的武侠特效。纵行有观众戏称，月歌台词的特效大概也就值个5毛，《少年歌行》带给观众的是电影级别的观感体验。也难怪《月歌行》无法重现苍兰诀古装热潮，只好黯然收场。《少年歌行》改编自同名小说，而后推出动漫，再翻拍成电视剧，由李弘毅、
刘学义主演。刘学义饰演原著中热度最高的角色的光头和尚吴昕，剧照一出就被誉为是最美妖僧，堪称为播仙轰动。少年歌行讲述初出茅庐的少年侠客雷无节、敖瑞彭氏，慕名前往江湖第一大城雪月城，途中行侠仗义，遇上了萧瑟李弘义士，阴差阳错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江湖之争，上演一群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故事，与一般时下的爱情古装剧完全不同，在剧情上跳脱俗套故事，引人入胜。少年歌行电视剧完美还原小说角色场景，让不少粉丝看得热血沸腾，显见在剧情改编上大胜月歌行，在豆瓣很快获得7.3不错的成绩。反观月歌行即将完结，仍未有分数出现，两者的差别高下立判。不少网友大赞少年歌行，剧情妆造还原的相当不错，打戏和特效都不糊弄，很不错，很好的一部作品，很接近，很还原原著了。月歌行即将收官，热度被少年歌行碾压，张彬彬、徐璐可惜了。作为歌行的新系列，正在播出的古装仙侠剧《月歌行》以及古装武侠剧《少年歌行》在观众当中的评价其实都差不多，可全网热度榜上的排名却差距有点大。眼瞅着先开播的《月歌行》即将收官，热度却一路高开低走，最终被少年歌行轻松碾压。原本备受看好的张彬彬和徐璐这对高颜值组合，意外的没有激起多少水花，着实有些可惜了。说实话，这真是此前未曾预料到的局面。对于网播的流量剧而言，那些奢华精美的服化道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主演的号召力才是重点，其次是剧本。因此初时怎么看《月歌行》都略胜一筹，毕竟题材是最容易火出圈的仙侠剧。并且这部剧的男女主演张彬彬和徐璐两人的流量加在一起还是非常可观的，至少比少年歌行的新人主演团强上那么一点儿。没想到结果却截然相反，月歌行愣是被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哪怕在更新日热度也没能起来，仿佛这部剧已经被观众所抛弃。亏得胖妞刚开始还觉得这部剧会跟《苍兰诀》一样，成为又一部口碑和热度双赢的黑马剧。其实真要比较的话，身为武侠剧的少年歌行赢在特效，剧中那些武功招式的特效呈现真是下了血本，带给观众的是电影级别的观感体验。相比之下，月歌行的特效大概也就值个5毛，差距一目了然。当然，这部剧最为突出的问题并不是特效，而是剧本。同样改编自热门小说，推进这部剧故事主线的全靠强行虐心，男女主角设定都是上神原身，好比那天选之子，结果别说大开金手指，根本是被反派从头虐到大结局。张彬彬饰演的男主洛歌人设看着很厉害，却连身边有妖族的内应都察觉不出来，然后接二连三被摆一道，到最终有可能连心爱之人的命都没保住。要知道仙侠剧就是看男主那逆天改命的强大守护力，倘若像月歌行里这样干啥啥不行，甚至还得女主来拯救，这剧能火才怪。话说回来，近些年热门网文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一直很风靡，所谓有个 IP 好成事。但优秀的经典小说本来就凤毛麟角，多年下来早就被翻拍的差不多了，到现在还后面跟着捡漏，小说的质量可想而知。底子本就勉强，若是制作团队能力强，像司藤那样来个出奇爆火也不是不可能。倘若是遇到个不靠谱的编剧，为了凑时长各种加戏乱改，再加上导演的指导能力也平平无奇，这样只有演员颜值能拿得出手的剧，注定是抬走下一步的结局。而月歌行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胖妞原本冲着张彬彬和徐璐才追的剧，结果最新剧情里两人直接走个过场，全程就看着阿福在那做天做的。先是当着洛哥的面将洛宁一剑刺得魂飞魄散，然后又在仙翁的蛊惑下夺取哥哥喝那的水源之力，一举篡位成为新任妖君。眼看事情都发展到非常不妙的地步，洛哥却因为洛宁不愿面对阿福，最终导致镇压黑月光上神的4纪碑被劈开，一切终究往无法挽回的方向而去。总结起来就是反派无论做什么都心想事成顺风顺水，而两位主角却历经坎坷事与愿违，看起来特别闹心。只是可惜张彬彬和徐璐在月歌行中白衣造型让人惊艳，
两人搭档也 CP 感十足，但凡剧本稍微给力些，这剧何愁不火？而今成败已经定论，也没什么好说的，希望下一部某个行能够带来惊喜吧。